你怎么来了？我先搬货，你上车。我跟你一块儿。没事，我跟师傅搬好了。快！原来许岩的研衣房在蒋亮的投资下越来越步入正轨，设计出了许多好看的款式。许岩忍不住将这些喜悦全部都分享给了姥姥，甚至还给姥姥做了几身衣服。而姥姥为了了解两个孙女的事业，不仅给两人给予最好的鼓励，还特意学习了怎么刷短视频。姥姥啊，可是你们研衣坊的叫满地铁粉。我学粉儿也知道。挂完电话后，乔林第一次觉得跟姥姥打电话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可许岩却满脸愧疚，觉得很对不起姥姥，因为他认为每次打电话姥姥都能秒接，很明显在家里时刻等着他们的电话。之前让姥姥来荆州，姥姥担心自己会成为孙女的拖累，便拒绝了。所以许岩发誓一定要把研衣房做出个名堂来，然后在荆州用自己能力拥有一个小家，把姥姥接过来一起生活。和姥姥打完电话后，许岩就投入到了工作中，可没想到去工厂收货的时候，车突然抛锚坏在半路上了。于是他赶忙给瑶瑶打电话，让他派一辆车过来卸货，因为这批成衣不能按时入库的话，后面的销售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要交滞纳金。就在瑶瑶准备出去找车的时候，正好沈浩明过来了。这么慌张，是发生什么事了？妍姐出事儿了。她的车坏在半路上了。沈浩明听完后二话不说，开着车就赶了过来。而许岩看到是他，很是惊讶。沈浩明没有过多解释，直接将许岩拉到车上安顿好，自己则跟司机师傅一起卸货。坐在车上的许岩透过车窗看着沈浩明忙碌的身影，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暖流，脑海中回想起沈浩明这段时间所做的一切，开始意识到沈浩明对他的感情可能早已不像以前是利用，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挽回两人之间的感情。而看着沈浩明满头大汗的样子，许岩还是心软，忍不住下车递给他一瓶水和纸巾，而沈浩明则很是自然地接过水一饮而尽，接着忍不住询问许岩，公司人那么多，他怎么亲自参与运货的流程？许岩解释说，这是研衣坊成立以来的第一批货，不想有任何意外，所以就亲自过来验收送货。你呢？沈总这么大的公司，自己来帮忙。沈浩明不想自己的行为给许岩造成心理压力，便表示公司最近在团建，他也打了陈秘书的电话，都没有人接，所以自己才决定亲自过来一趟。许岩听完后知道他口是心非，但并没有当面揭穿。其实你不需要这么介意我对你的帮助。放眼商界，没有一个成功的人士不借助别人的力量。我没有介意你的帮助，是我很想要给自己一个答案。以前的许岩没有背景，在公司里经常被孙思维欺负，所以他起初盯上沈浩明也有目的。直到他真正喜欢上沈浩明，两人结婚后，他能做到新闻主播的位置，有一半都是沈浩明在背后动用关系运作。所以这一次离婚创业，他不想借助任何人的资源和人脉，只想靠自己努力过上想要的生活。沈浩明听着许岩说的话，心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向许岩承认自己以前太自以为是，没有太看清楚他的价值，但他真心不希望许岩这么辛苦。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说，我希望能给我快乐的是我自己。随后许岩又提起了蒋亮，觉得沈浩明没有必要和蒋亮针锋相对，因为蒋亮现在作为研衣坊的股东之一，其实有些时候提出来的建议也是极具有价值的。希望沈浩明能够放下成见，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他。等所有的货物搬完后，天已渐黑，沈浩明累得靠在许岩的肩上睡了过去。许岩试着推开他，可沈浩明又靠了回来。这一次许岩没有再排斥，心中也很是纠结。很快在众人的努力下，研衣坊的第一批成衣全部售空。可就在众人高兴的时候，网上却出现了对研衣坊不好的言论。网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全是同样的话术和套路。这什么清朝画质啊？这还模糊我们的细节吗？我们正常拍摄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质地呢？这不就是在引导误导网友吗？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我们的图纸被工厂泄露了；第二，有人下了黑稿，故意要抹黑我们。官网他们已经去工厂核实这个问题了。销售那边怎么样？一单都没有。更麻烦的是，已经下单的大量取消订单，还有第一批的买家要求退货，有的要求仅退款。大概他们被网上的无良蹭评影响了。现在店铺小程序还有视频号下面全都是差评。原来研衣坊的衣服上架后很快就售空了，可就在众人沉浸在喜悦中时，购物网站上有人开始做同款，还声称是研衣坊源头工厂的伪料。瑶瑶特意买了一件回来做比较，虽然款式是一样的，但面料根本就不一样。研衣坊的所有衣服都是手工赶制，价格也偏贵，可网上出现的这些不仅是击打的，还买的极其便宜。同时网上又出现一批测评博主出视频恶意黑研衣坊，故意将视频模糊，比较正品和次品的质量，也不展示衣服的细节。这番操作下来，许岩顿时明白，要不是工厂泄露了样板，要不就是有人故意买黑稿，就是为了抹黑研衣坊。很快网上的言论就影响到了店铺的销量。就在这时，去工厂了解情况的罐罐回来了，打版的样图确实不是工厂泄露的，但工厂那边的人看到网上的差评后，担心许岩不付尾款，第三批的服装生产要求30%定金才开动。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来，压得许岩有些喘不过气来，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
然而网上的言论不仅影响到了严一方，还连带投资的蒋家公司也被在网上写了小作文。蒋云得知后，为了降低影响，让弟弟蒋亮终止投资，尽快和严一方划清界限，而且是不容反抗。蒋亮虽然反驳不了姐姐，但他还是决定用自己的钱帮许妍补缺口。可许妍已经收到了远航基金的邮件，他也不想为难蒋亮，拒绝了他的投资。没有了远航基金的投资，严一方很快就没有了资金来源，大家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许妍见状，让大家先解决当下的困难，首先解决所有在正规渠道购买衣服的顾客全部退货退款，其次暂停与所有博主的合作，最后决定将这些处理的方法直接置顶在店铺，并且不删除所有负面言论，选择正面回应。网上售卖假货的商铺，见一个举报一个，尽快让他们下架。好的，严姐。瑶瑶，第2批的设计图出了问题，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问责了。乔林跟我说第3批制版还没有开始，所以你能不能尽快把第3批的稿子改出来，保护好你的手稿，你能做到吗？能，当然能。本以为这样就能解决一切，可危机还是来临了。物料供应商找上门，因为网上的言论担心严一方倒闭，要求提前结清货款。乔林无奈之下只能搬出合同，可供应商依旧不依不饶。今天要是拿不到钱，就赖在严一方不走。张经理，咱们也合作挺长时间的了，您今天闹这么一出，这说难听点可叫落井下石。既然您这样，那我也不客气的告诉你，钱你今天肯定拿不到，一切只能按照合同办事。你要是再这么继续闹下去，请你出去。只要你肯对外宣称您和沈先生感情破裂，正在走离婚程序，我帮你解燃眉之急，1小时之内500万立刻到账。此话一出，许妍顿时明白，这段时间抹黑严一方的人就是金达的对加斯拓的人，为的就是不让巴莱金和沈浩明合作。原来不久前网上出现了许多抹黑严一方的视频，这些不止影响到了严一方的销量，还导致供应商就算违约也要过来索要尾款，扬言不拿到尾款就不开工。许妍甚至被叫走谈话，直到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让许妍明白了一切，那就是前段时间跟踪他和沈浩明的间谍史蒂夫。男人对严一方的事情了如指掌，精确地说出了问题所在，不仅让许妍想起蒋亮说的话，毕竟能在1天之内把一个初创品牌推上风口浪尖的其实不多，足以证明背后有只手在推动着一切。而眼前的男人正是那只幕后黑手。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史蒂夫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让许妍公开他和沈浩明感情破裂，正在走离婚程序，只为阻止沈浩明和巴莱金合作，还开出了500万的公布费。许妍听完后瞬间拒绝，我不需要。嫌少？1000万？2000万？这么有钱，你不怕我这个时候狮子大开口？这是许小姐出卖沈先生的价格，再多我都觉得值。我觉得不值。与此同时，沈浩明也看到了网上的言论，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出手。沈浩明了解许妍，他并不想通过任何人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想靠自己的努力。怎料史蒂夫见许妍不肯配合，竟将严一方的财物给挖走。男人宁愿赔付巨额违约金，也要立马辞职，甚至搬出劳动法吓唬许妍。就在这时，乔林的前男友林涛来了。本来他是来给许妍道歉，然后回老家的，但无意间听到办公室的吵闹声进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将男人指责了一顿。你作为财务，必须完成重要的交接工作才能离职，得确保财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甩手掌柜，涉嫌违反财务纪律和会计制度，违法的，这你不会不清楚吧？林涛正好是财务专业出身，便接起了财务交接工作。就这样，林涛留了下来帮严一房查账。乔林为此很是感谢他。有事我觉得你跟许妍得了解一下，公司这1个月的账目只出不进，我觉得撑不过1个月就。隔天，几个工厂的厂长来到严一房，索要剩余的尾款，包括下一批的服装预定的定金要提高至40%。许妍二话不说，直接答应下来。厂长以为是沈家在背后罩着许妍，才让他有了这么大的底气，可却被许妍的下一句话打脸：我开的公司跟金达集团没有关系。厂长听完这番话后，瞬间变了一副面孔，让许妍将剩余的尾款立马结清，否则就终止合同。但我也有一个要求，一旦你们收到了款项，严一方将永远跟你们停止合作。与此同时，沈浩明正在接待巴莱金夫妇。巴莱金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及时赶来酒店，只有他的妻子。女人问起了许本来打算今天带他过来见您的，但是他公司出现了一些小麻烦，所以没有告诉他。什么麻烦？我能帮上忙吗？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你们作为严一方的资深合作者，我们的服装品质怎么样？第一批成衣的成绩如何？你们心里是很清楚的。既然你们这么在乎自己的利益受损，那没问题。之后严一方是好是坏，
也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自从严一房被人恶意抹黑后，各大供应商纷纷落井下石，索要尾款，并狮子大开口让定金涨到40%。许岩为了震慑众人，答应了下来，但条件是这次结算完尾款后，严一方将不会和他们合作。这让来意并不是如此的几人不敢说话了。就在这时，沈浩明带着巴莱金夫人索菲亚来给许岩撑场面。原来索菲亚得知许岩遇到了麻烦，坚持要过来帮忙。刚进来，索菲亚就当众宣布自己这次来国内就是代表莫斯科参加一个中俄文化访问活动，而且她非常喜欢严一方的礼服，所以特意来参观一下。哎，这几位是严一方的合作厂商们。那我想说，你们真的很有眼光。接着，索菲亚当着几人的面表示，现在严一方的衣服在莫斯科掀起了一波潮流，想着问问许岩有没有想要开拓海外市场。这一次自己还要穿着严一方的衣服去参加晚宴。几位厂长听见后瞬间变了衣服面孔，而许岩则没有再理会他们，带着索菲亚去选衣服。一旁的沈浩明则趁着许岩离开，当面坐下跟厂家聊聊。我爱人做生意不容易，帮忙创业创业。那是，我们都是严一方忠实的合作伙伴。另一边，许岩帮索菲亚挑选衣服，而索菲亚则趁机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之前在酒店的时候，他就看出了许岩对这份事业的热忱，也很佩服许岩的这份拼劲，所以这些困难都不会打倒他。许岩听完后很是感动，觉得这是自己这段时间听到的最有力量、最慰藉的一番话。随后，许岩又在索菲亚口中得知，巴莱金把沈浩明放在了合作的候选名单里，但却有3个月的考察期。他若有所思，暗下决心帮沈浩明一把。送走索菲亚后，沈浩明就告诉许岩，自己不会破坏他的创业理念和坚持，但也不会坐视不管。说着掏出手机，建议许岩去参加青蓝杯服装设计大赛，而且已经替他报名了。这场比赛在设计界极具影响力，如果能在这场比赛获得奖项，不仅能得到专业机构的认可，还能借此发声，为严一方的理念证明，这样才可以为真正的传统手艺织锦发声，告诉消费者，非遗手工并不是贵，而是物有所值。你不会觉得我自作主张吧？我是想谢谢你，这个人情我收下了。在沈浩明的建议下，许岩重新开始，带领着团队设计衣服，积极准备着一切，只为在青蓝杯上获得奖项。所有的地方都准备充分了，但财务部分却出了问题。先前的那个财务主管直接人间蒸发，怎么也联系不到。许岩无奈只好让姐姐乔琳再次把林涛叫回来顶替这个位置，而林涛最近正好也没有找到工作，二话不说就留下来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准备好一切参赛的时候，参赛资格却被主办方给取消了。主办方担心严一方有争议影响大赛，作为设计师的瑶瑶却很是气愤。严一方一直都是真材实料，不明白主办方不调查清楚就竞赛。可不管许岩怎么解释，主办方依旧没有改变主意。你们现在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好好做做公关，洗掉污点最重要。小陈，陈浩成究竟是不是你儿子？如果不是这个，那咱分妻子鉴定作何解释？本团沈浩成的亲生母亲溺水而亡，请问事前你知道这个事情吗？和未来你要如何面对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万万没想到，韩卫东竟然是翟总干儿子，以律师的身份来沈浩明身边做卧底，而他也将浩辰的身份公之于众。就在不久前，为了打破网上对严一方的抹黑，沈浩明建议许岩参加青蓝杯服装设计大赛。这种比赛是在设计界极具有影响力，而且还有好多知名的媒体参加。只要严一方坚持自己的理念，肯定可以借助这个比赛证明自己的清白。怎料许岩带着自己的团队设计好服装后，却被主办方以网上有争议为由，直接砍掉了严一方的参赛资格。就在许岩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沈浩明那边传来了好消息。原来沈浩明得知这件事后，不知道该怎么帮许岩。就在这时，孙思维要来采访，他本想着拒绝，突然灵机一动，觉得可以趁着这次采访的机会帮严一方发声。但他知道许岩并不想让他这么做，于是他很是委婉地提出许岩创造的严一坊，讲述了这次网上的恶评，就是因为严一方太过于低调，才造成网上那么多的人恶意诋毁。而孙思维的问题也很刁钻，许多消费者对这个测评结果也是非常的义愤填膺哈，觉得严一方是不是在拿消费者当傻子？对此，沈总怎么看？沈浩明表示，金达开发的房子从来不打价格战，而且金达的宗旨是用的每一块砖头、每一块钢筋都严格遵守国家的标准，就像严一方一样，坚持使用手工的织锦，绝不可能像网上那些大主播们颠倒黑白，说严一房是高价售卖、情怀愚弄消费者。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得及时观看。为了更快更新，我就换了台新电脑来剪视频，效率高多了。你们换新后旧的一般怎么处理？我会放到二手平台上卖了。刚好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我那台苹果电脑叫转转上门回收，还卖了4900多。现在转转回收品类很多，像数码产品、家用电器，还有黄金和奢侈品，转转都能回收。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那么，请问沈总是在以金达集团的名义，还是以个人的名义为严一方发声呢？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听一听严一方本身的声音吧。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为了博流量，罔顾事实，
他们制造话题、制造舆论来抹黑严一方，这是网暴，不是正义。沈浩明的这番发言，不仅让许岩对他刮目相看，还让巴莱金很看好他。身为丈夫，默默支持，有没有掩盖他的光芒？这很难得。其实，让我下定决心和金大的牵手，正是因为看到你经营夫妻关系的智慧，还有你夫人身上的那股拼搏向前的冲劲。小沈总，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对金大的实力和诚意基本是满意的。很快，沈浩明的这番言论在网上爆火。再加上巴莱金夫人穿着严一方的衣服出席宴会，网上的评论很快就反转了，大家纷纷去青蓝杯的主办方那里留言，力推严一房参加比赛。许岩很快就接到了青蓝杯的邀请，从这之后，许岩带着团队全力准备参赛的作品，设计了最好的衣服，用了最好的模特和 T 台。许岩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彩排，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就在这时，沈浩明来了。我觉得模特演绎的不错，所以为什么还是不能打动你？你还记不记得你做严一方的时候，最感动你的是什么？沈浩明的问题直击灵魂，许岩认真回想着这其中的奥妙，是传承，是长辈对子女的爱，是一辈又一辈手艺传承。沈浩明的提点让许岩灵感大发，他利用3代人上台担当模特，让观众们明白严一方的本意。最后，严一房一举获得商业价值奖，实现口碑和销量的双逆袭。可沈浩明怎么也没有想到，明明自己出的力最多，许岩感谢最多的却是蒋亮。而最让沈浩明记恨的是，蒋亮为了和许岩靠近乎，又是追加双倍投资，又是给许岩介绍国际知名设计师，两人在聚会上有说有笑的。老婆，你好美。老公，我觉得你超 man。可不能这么干！又可不能在这儿啊！这冷啊，容易感冒。原来许岩在沈浩明的建议下参加青蓝杯服装设计大赛，又在他的开导下在比赛中获得奖项。事后大家一起聚餐庆祝的时候，可沈浩明怎么也没有想到，明明自己出的力最多，许岩感谢最多的却是蒋亮。而最让沈浩明记恨的是，蒋亮为了和许岩靠近乎，又是追加双倍投资，又是给许岩介绍国际知名设计师，两人在聚会上有说有笑的。一旁的于一鸣看到他气得咬牙切齿的样子，不停地安慰，同时又示意乔林去支开许岩和蒋亮。乔林看了看妹妹，又看了看正在气头上的沈浩明，当即就明白了，拿起酒上前感谢蒋亮，这才让许岩注意到沈浩明。可每当沈浩明以为许岩要来找自己的时候，总是有人挡在他们面前。就在这时，他看到蒋亮和乔林聊得很是开心，赶忙提醒于一鸣。起初于一鸣并不介意，因为他知道乔林性格就是如此，但看着两人越聊越欢，开始坐不住了。这个蒋亮确实不是个东西啊，控制不了，我得去他。与此同时，沈浩明一直痴痴地望着许岩，虽然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但中间却有很多绊脚石。好不容易许岩终于来到沈浩明身边，又被蒋亮看见破坏。蒋亮以玩游戏为由将许岩给叫走。沈浩明虽然很是生气，但碍于这么多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绅士风度，并没有当场发作，而是用离开来威胁许岩。如果你有急事的话，可以先走，我是想说谢谢你。最后沈浩明喝完一整杯酒，失望离开。于一鸣见状追了过去，许岩则满眼忧伤地回头看了一眼，随后两人在外面借酒消愁。沈浩明喝了好多酒，不停地向于一鸣诉苦，表示自己已经很够诚意了，使出他所有的一切，用尽所有的办法去追许岩，可他就是不回头。姐夫，我以后不会再理他了，会，绝对会，不会再打电话给他。怎料下一秒就被打脸了，喝醉酒的他拿起手机就要给许岩打电话。你赶紧给我下来！你不是说再也不打了吗？我跟你讲啊，你喝多了给人打电话，人家更烦你。爷爷不会罚我的，他是害我的，对不对，爷爷？与此同时，许岩也喝醉了，乔林送他回家。那叫人啊！哎呦，没人叫你，我两个谁有人叫我？没事。许岩吵着闹着就要回沈家，乔林很是无奈，但也只能顺着他。隔天一大早，许岩和沈浩明就在对方的怀里醒来，两人都很是意外。就在两人以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睡在了一起的时候，房门被敲醒了。醒了，这都快中午了，快起来吧。他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也在呢。妹啊，你俩昨天断片了吧？想不想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呀？赶紧脱好衣服，下楼看回放啊！随后，乔林和于一鸣将昨晚发生的一切告知两人。原来昨晚于一鸣把沈浩明送过来不久，乔林就带着许岩也回来了。两人见面后就开始吵架，可上一秒如同水火一般，下一秒就又如胶似漆。就在乔林和于一鸣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看到了让他们俩不可思议的一面。沈浩明和许岩很不清醒，两人一会摆弄婚纱照，一会在鱼缸里捞鱼，最后甚至在客厅就开始脱起衣服准备睡觉。你们不知道啊，你俩玩的太疯了！哎，就在那儿，
俩人这头发，哎呀，都怕你俩冻到，怕感冒，你知道吗？所以给你们送上去了。那送上去还不老实？知道真相的许岩很是社死，沈浩明则给于一鸣使了一个眼色。于一鸣见状，拉着乔林赶紧离开，给沈浩明创造机会。许岩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拿起包就准备走，但还是被沈浩明拦住。一起吃个饭再走吧。也好啊。想吃点什么？都可以。浩明，妈妈给你买吃的，你在家吗？我什么时候让你还我人情了？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很遗憾，我一直都看不清。谁能想到昨天还睡在一张床上的夫妻俩，今天又开始闹起了矛盾。许我耀言，你真是给我一个甜枣，再给我个巴掌。编剧你出来！原来许岩和沈浩明因为醉酒再次睡到了一张床上。清晨两人本想着回味一下昨晚，没想到于兰的到来打断了他们。沈浩明打算回应的时候，却被许岩给捂住了嘴。就在两人以为于兰要走继续刚才的事情时，于兰突然冒出来了。我还没走哦。早上好，妈妈。于兰为了给儿子创造机会，将许岩留下来吃早饭。可在吃饭的时候，她拼命的助攻两人，可沈浩明那嘴就像缝住了一样，一言不发。没办法的于兰只能以浩辰生日为由，让许岩来家里帮忙策划聚会。许岩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接着找了个理由离开。沈浩明跟着一起出来送他，在回去的路上两人都不说话。沈浩明觉得气氛很是尴尬，便打开了车上的音乐，怎料刚打开第一首歌竟然是婚礼进行曲，真是音乐都在助攻两人。奈何沈浩明就是不争气，由原来的好命歌转换成嘴硬歌，当着许岩的面就是不说自己的真心话。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许岩说起最近的研一房终于步入正轨，终于回到以前正常的样子，自己也打算做更多的传统织染工艺的衣服。沈浩明也谈到自己与巴莱金的合作马上达成，接着邀请许岩和巴莱金夫妇共进晚餐。许岩很是爽快地答应了。不知道那个巴莱金先生喜欢喝果酒还是洋酒？行，我多备点。听完这些话的许岩想起昨晚的事情，说了句还要喝酒吗？此时的沈浩明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本正经说酒是个很好的东西，可以拉近大家之间的距离，提升好感。刚说完他就反应过来，让许岩明天不要喝了。我可以喝。两人说着对方能够听懂的话。这时许岩突然看到沈浩明的车油箱空了，忍不住提醒他一句：要加油了。我一定会加油的。你车该加油了。回到公司后，许岩在大家口中得知，自从他们在服装大赛获得奖项后，之前找麻烦的工厂也都保证继续合作。这件事情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了，才会被世界微笑对待。于是他让大家忙完这阵先回去休息休息，整装待发。然而就在这时，门外来了一个男人。男人自称是古北镇经济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张丰玉，此次前来就是想让研一方宣传一下他们那里的非遗技术草木染。没想到正与许岩接下来的计划不谋而合，双方立即达成了合作。隔天许岩将自己打扮一番，然后戴上婚戒，哼着小曲去参加聚会。可他刚下车就接到了史蒂夫的电话。史蒂夫为了挑唆许岩和沈浩明的关系，将巴莱金对沈浩明有3个月的考察时间说了出来，甚至表示沈浩明之所以帮研一房，就是为了稳住许岩不离婚，达成与巴莱金的合作。许岩听完后想起索菲亚给自己说的话，心中开始动摇，再加上史蒂夫的挑唆，据我所知，今天这个饭局就是为了让巴莱金夫妇相信你们是模范夫妻，感情稳定。他还买了营销号，准备在饭店附近偷拍你们俩，发些恋爱小通稿，做戏做全套。唉，如果沈浩明搞定了巴莱金的合作，他进董事会也就8九不离10了，没准还1石4鸟。说完了吗？差不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在生意场上，凡事还是要多一层考虑的。许岩虽然对此很是怀疑，但他还是换上一副笑脸走了进去。这一次他并没有坐在沈浩明身边，而沈浩明也发现了他的变化，可他并不知道这当中发生了什么。等送走巴莱金夫妇后，许岩直接松开了手，一脸冷漠地说自己先回去了。沈浩明不知道他怎么了，赶忙将他拉住，因为两人刚开始就是互相欺骗互相利用，再加上沈浩明确确实实伤到了许岩，这在他的心里已经生了刺，所以这一次许岩不想听他的解释。以后你想帮我，我会大方接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讲究利益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就保持各取所需就好，做不了夫妻就当朋友，保重。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我是真的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天了。我会信吗？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走。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原来沈浩明一直都因为挽回许岩的事情头疼不已。陈秘书见状建议他去公司即将投资的古北镇散散心，缓解一下情绪。起初沈浩明根本没有兴趣，可当他听到陈秘书说古北镇正在办民俗节，还有各种手工艺展览，如扎染、草木染之后，瞬间来了兴致。因为他知道许岩的研一房最需要这些，等自己学会了，到时候又可以帮上他了。
帮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这几天我出差。另一边，许岩在姐姐乔琳的提醒下，终于想起了古北镇的草木染宣传。而他还没来之前，沈浩明已经在这里待了一阵子，不仅学会了划船，还学会了怎么做风筝。他还让店家帮自己做了一个龙舌兰风筝。就在他拿着风筝准备离开的时候，许岩正好来到商业街，看着电动车后面的龙舌兰风筝出了神，心中不禁回想起沈浩明。电动车上的人背影也很是熟悉。徐总，徐总，啊，想什么呢？哦，没有。那我们再往前逛逛。随后，张丰玉将许岩带到了民宿，并让老板娘特意给许岩准备了一辆电动车，方便出行。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得及时观看。为了更快更新，我就换了台新电脑来剪视频，效率高多了。你们换新后旧的一般怎么处理？我会放到二手平台上卖了。刚好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我那台苹果电脑叫转转上门回收，还卖了4900多。现在转转回收品类很多，像数码产品、家用电器，还有黄金和奢侈品。转转都能回收，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隔天，许岩骑着电动车来到授课现场学习草木染。草木染是使用天然的植物给纺织品上色的技术，来于自然。自然中有20多种植物来与用来染色。总体来说，草木染是一种天然环保的染布方式。许岩认真地记录着一切，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沈浩明会出现在这里。两人对视后瞬间回避。这时老师询问知不知道染布需要的植物，沈浩明提前做好了攻略，说出了许多可以染布的植物。老师听完后将他夸奖了一番。许岩对此很是无奈，心里想怎么哪都能遇到沈浩明。随后老师教授大家染色，许岩选择了龙膏烟紫。因为咱们场地有限，所以呢大家2两一组，自行搭配一下。多2两一组吧，好。无奈之下，许岩只能和沈浩明一组。沈浩明面上看似平静，其实心中早已乐开了花。两人在制作的过程中，沈浩明将所有重活都包揽了，许岩则不停地偷偷看他。可每当沈浩明看他的时候，都刻意躲避他的视线。在染布的过程中，两人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彼此间却充满了火花。当布变成想要的颜色时，许岩开心地对着沈浩明笑了，可他立马又反应过来，撤回了这个微笑，然后一脸严肃地跟沈浩明完成了染布。而沈浩明则像个傻子一样盯着许岩笑。课程结束后，许岩突然发现沈浩明不见了，于是他骑着电动车回到民宿，正巧看到出来的沈浩明，便质问他是不是故意跟着自己过来的。沈浩明不停地解释，可许岩就是不相信，还不让他在自己面前出现。随后许岩回到房间后，就接到姐姐的电话。乔琳对两人的事情很是八卦，开始撮合两人。你说他帮助了严一方啊，又算是帮助了自己。他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这不是智慧的表现吗？你说他要真是个恋爱脑，你能受得了啊？只是我每一次跟他发生什么事情，中间都缠着利益，所以让我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许岩被骗后心里已经生了刺，所以他不知道沈浩明对自己究竟是利用还是爱。但作为局外人的乔琳却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妹妹心里一直都没有放下沈浩明，再加上许岩拒绝了沈浩明那么多次，人家都没有放弃，足以证明他们之间是爱而不是利用。可许岩被骗怕了，根本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隔天许岩准备出去的时候，发现隔壁已经换人了，于是他询问清理房间的工作人员，才得知沈浩明已经搬走了，心里顿时有些失落。在上课的时候，他还不停地朝门口看，盼望着沈浩明能够出现。下课后，许岩来到风筝店，又在老板口中得知沈浩明定制了龙舌兰风筝，同时也得知古北镇的好多东西都是金达集团投资的，而且先前沈浩明就来过很多次了，这才发现自己误会了沈浩明。另一边，沈浩明担心许岩生气，特意让陈秘书租来一辆房车，本来想提前来了解一下草木染，好帮媳妇，没想到却被媳妇误会。男人做到小沈总这份上，简直是5辈楷模，跟我学2辈子。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至少先可以向银行证明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这骗贷的事情我们不知情，也没有主动参与。万万没想到，林涛之所以留在严一房，就是为了取得大家的信任，然后背后捅刀子，好逼乔琳跟自己回老家结婚。而乔琳被威胁后，为了不连累妹妹，选择和于一鸣分手。于一鸣，不管你信不信，我今天已经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不久前，许岩因为要去古北镇学习草木染，便将公司的所有事情都交给了姐姐乔琳接管。许岩刚走不久，林涛就急匆匆赶来告诉乔琳，最近有个供应商的钱要付了，但公司账户上已经没钱了，还差100万。乔琳表示最近跟工厂追加了一笔订单，就先挪用了一笔钱垫付给了加工厂那边。林涛了解完情况，准备回去的时候，正巧碰见于一鸣接乔琳下班，于是他很是大方的让两人下去吃饭，公司剩下的事自己会处理好。可等两人走后，林涛却换了一副面孔，露出了一副标准反派的表情。另一边，许岩逛完小镇准备回民宿的时候，突然听见小情侣在谈论今晚有话剧排练的事。许岩立马来了兴趣，骑着小电驴就来到了彩排的地方。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沈浩明竟然就在上面。沈浩明扮演的是铡美案的陈世美，而且张丰玉还将负心汉的剧情改成了追妻，让陈世美追妻。哎呀，就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怎么一直入不了戏的？对对对，就这么演。追妻，高见呀！
追妻好，我要看追妻啊！对，说得对。就在沈浩明准备和台下的观众掰扯的时候，突然看到许妍也在下面。看到许妍的那一刻，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摘下帽子就要离开。许妍则骑着小电驴追了上去。躲着我干什么？我没有。我会知道你吗？你不是说过不希望我出现在你面前？此时的许妍还以为沈浩明在自己面前欲擒故纵。沈浩明见状，很是认真的解释说，自己是真的想要学习草木染，这么做是为了之后能和许妍有更多共同话题，希望他不要再觉得自己是在演戏。不用客气。我还可以当你的同学吗？认识到就行。从这之后，沈浩明就以许妍同学的身份跟他一起学习草木染，一起在小镇游玩，还参观了许多织染工艺的作品。两人在参观的时候，许妍很喜欢一幅精美的图片，想见一面这个作品的师傅拿到授权。正好沈浩明因为之前金达在古北举办活动的时候认识这个师傅，隔天带着许妍上门拜访。可当初大师得知许妍的来意后，直接拒绝，并将他们两人赶了出去。许妍还是不肯放弃，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在民宿老板口中得知，初大师和妻子在3年前离婚了。当初他们一个画一个染色，配合得十分默契，却因为时代的发展，初大师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和妻子闹了矛盾，两人就这样分道扬镳。初大师和初大娘是因为蜡染而相识，现在初大师不肯再做蜡染，很明显是在跟这段感情较劲。我只是觉得可惜的不是蜡染，是他们这段感情。事后许妍再次找到初大师，可初大师宁愿坏了这份手艺，也不愿意走出这间小院子。固执的初大师让沈浩明想到了自己，曾经的他何尝不是现在的初大师？固执己见，控制欲强，他也开始意识到以前的自己是多么的自负。两人走在小镇的河边，许妍突然好奇沈浩明是什么时候来古北镇的。沈浩明说起那时是浩辰4岁的时候，他刚从国外回来，和浩辰之间很是陌生，便带着他来到这里游玩。对于兰谎称是上学，浩辰来到古北镇很是高兴，两人便把这个地方当成了世外桃源。许妍听着心有所想，拿起手机拍下了沈浩明打水漂的照片，静静聆听着他的内心。此刻他开始相信沈浩明，谁也不能再挑唆两人之间的感情。这边一片安详，而另一边的乔林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林涛设置的陷阱中。以严一峰现在的规模，能批下来200万的额度。真的？先别激动，我先跑着，有什么眉目了，咱们再准备资料。行啊。林涛看似真诚的帮忙，实则背后正在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陷阱。够不够？再上米！沈浩明为了挽回许妍，真是费尽了心思。不久前，两人还是为初大师和初大娘的事情头疼。许妍为了挽回他们的感情，特意装作游客来到初大娘的小摊，还买了2件蜡染的围巾和小包。在和初大娘交谈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提起自己是特意过来学习草木染的。初大娘听见后，觉得一个年轻小姑娘专门来这里学非遗技术很难得，便将她请进去交流一番。两人在说话的时候，许妍提起了自己在染布房的展览厅看到的初大师那幅蜡染作品，顺势提起了他的现状，表示现在初大师已经不再出作品了，原因好像是说找不到生活中的那一抹蓝，目前独自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深居简出，靠卖瓜果蔬菜过日子。初大娘听完后立马变了脸色，甚至嘲讽初大师活该。许妍听完初大娘的话后，也不再拐弯抹角，直接将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可初大娘一听他是为了初大师而来，二话不说直接离开，因为太过于生气，头上的簪子被树枝刮到地上都没有注意到。就在许妍愁苦恼的时候，沈浩明发过来一个视频，只见初大师全副武装在展览馆里参观，只为不让别人发现，但沈浩明一眼就认出了他。沈浩明还在馆长的提醒下得知，初大师还在展览馆办了年卡，每次展会都回来。他立马就明白现在的初大师就像当初的自己一样，固执放不下面子。初师娘跟我说，初大师他不思进取，他明明就已经学习了，有在改变，为什么要藏着掖着不告诉他？改变自己哪有这么容易？我猜他应该是怕初师娘不相信他，以为他在装吧。沈浩明的这番话让许妍想起了他们俩，自己岂不是现在的初大娘？面对沈浩明做的一切都不敢相信，不管他做什么都觉得是在演戏。但当索菲亚告诉他，沈浩明将他们俩在离婚冷静期的事情告诉巴莱金后，才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自己。为了撮合初大娘和初大师，两人想出一个办法。沈浩明将初大娘的簪子交给初大师，告诉他初大娘约他在咖啡厅见面。许妍则告诉初大娘，他的簪子被初大师捡到，将两人约到了咖啡厅。可当两人见面后，还是跟当年一样，发现自己被骗后，大吵一架，不欢而散。许妍和沈浩明只能分开去劝和，最终初大师在沈浩明的劝说下主动过来道歉，两人和好如初。晚上许妍去看沈浩明参演的话剧，看着沈浩明在台上为了挽回自己扛了那么多的米袋，很是动容。等话剧结束后，两人迫不及待地抱在一起。
终于和好了。而另一边，乔林在远航基金的授意下，准备开展线下店铺活动。突然，林涛过来说，能不能把线下的活动放一放？有几家供应商的尾款马上就要付了，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而且最近贷款的事情也不顺利，这让乔林很是头疼。毕竟远航基金有派人来监管的，他们也不好挪用人家拨下来的钱。就在这时，许岩打来电话询问公司最近的状况，说自己还要2天才能回去。乔林为了让妹妹好好跟沈浩明相处，并没有将公司的事情说出来。哦，没什么大事吧？没什么大事，好解决。公司有我呢，你好好的跟沈浩明相处，放心吧。那我明天接着跑，你那个早点回休息啊。林涛走出来后露出了得逞的笑容。没过多久，林涛就带来了好消息，说自己找了之前在老家工作的同事，他们银行愿意贷款，而且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资料，随时都能办。乔林二话没说就答应离开下来。就在他仔细观察财务报表的时候，林涛突然借口打断：“跟这儿小心。”我和沈浩明和好了。为什么？夫妻在一起能保持长久的关系，要么就是坦诚的爱着对方，要么就是各取所需。那你们呢？都有。沈浩明和许岩终于和好了。小蒋总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是失落，本以为他们离婚自己就可以追求许岩，可许岩一直都放不下沈浩明，现在两人和好了，自己更没有机会了。但为了给自己留下那一点体面，表示既然恋人做不了，那么就做许岩的娘家人。许岩听完后并没有拒绝，说了声谢谢。最终小蒋总还是失落地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然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另一边的沈浩明一大早来上班，像个花孔雀一样跟大家打招呼，还夸奖陈秘书长得很帅，这让陈秘书都有些不习惯。沈浩明现在是事业爱情双丰收，追回了许岩，又和巴莱金先生达成了合作。同时父亲因为这件事准备召开股东大会，借助与巴莱金合作这件事力举他加入董事会。很快史蒂夫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他打电话给韩卫平，让他尽快找到可以推到沈家父子的办法。韩卫平最近天天和方磊混在一起，之前在他喝醉酒的时候得知沈浩明和方磊姐姐在国外谈过恋爱，好像还怀孕了，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是沈浩明的。就没有套出更多的口风？没有，我嘴很严。那你就深挖一下，我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随后韩卫平找到方磊，将沈浩明和许岩已经和好的事情说了出来。方磊听见后虽然心里很难受，但他却强撑着说不介意。但韩卫平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他想让方磊说出沈浩明和方瑜之间的故事，以及那个孩子到底有没有生下来。可不管他怎么刺激方磊，方磊都没有说出当年的事情。另一边浩辰得知哥嫂和好后很是高兴，他还做了一个画册送给了许岩，表示自从许岩离开沈家后，整个家都变得支离破碎，只有他回来了，他们才会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家。许岩看着画册心里幸福不已，可眼前的幸福时刻很快就被打破了。史蒂夫让在国外的朋友调查到，当年方瑜怀孕期间沈浩明一直陪在身边，而且这个孩子也顺利生下来。等沈浩明回国没多久后，于兰夫妇就对外宣布他们在国外生了2胎。你猜猜看，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沈浩辰不是沈浩明的弟弟，是他儿子？这件事情如果曝光的话，嘣！为了拿到证据，韩卫平接近陈秘书，得知沈浩明今晚要和董事会的人喝酒，陈秘书没有时间接送的时候，立马将这件事揽了下来。而他也借助这件事，成功在沈浩明的保险箱里拿到了那份亲子鉴定报告。因为保险箱的密码正好是许岩和沈浩明结婚那天，保险箱很容易就被打开了。隔天一大早，各大新闻头版头条都将这件事报道了出去。浩辰在同学的口中得知这件事后，气急之下直接冲到公司质问沈浩明：“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们在开会，你先出去吧。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们在开会，出去。我不，你现在就出去！我不，先出去！我不，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放我下来！”浩辰不停地质问沈浩明为什么要欺骗自己，他的妈妈又在哪里？为什么要让自己叫他哥哥？心中有无数个疑问想要问清楚。他甚至想到是不是沈浩明不想要自己，才让自己叫他哥哥的。沈浩明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但现在公司一团乱，一时也说不清楚，只能让浩辰先回家，等自己处理完一切后给他一个解释。随后让陈秘书将浩辰送回去。什么都不要想，不要想网上看到的东西。等我回来。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究竟是谁的儿子？我就是想知道网上。
则开车赶过去。等他赶到永祥大厦，才发现是自己最信任的人绑架了儿子，气得狂揍眼前的男人。好在浩辰没有出什么事，怎料就在许岩和沈浩明带着浩辰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又一大批的记者涌过来。先生，陈浩成究竟是不是你儿子？如果不是真的，那咱分亲子鉴定作何解释？如果是真的，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听着记者的质问，浩辰情绪崩溃，不让沈浩明抱自己。此时的无良记者再次将矛头指向了浩辰。许岩实在忍受不了这些记者，直接对了回去。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就是沈浩辰的妈妈。你们已经看到了，我儿子现在状态非常不好。我希望你们有基本的职业操守，不要对一个未成年人人身伤害。但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走司法程序了。麻烦让一下。让开！自从回到家后，浩辰就开始不吃不喝，就连最爱的排骨可乐都不愿意吃，也不愿意说话。于兰对此很是担心，而沈浩明不放心公司那边就沈父一个人面对股东，只能让许岩在家里陪着浩辰，自己则去公司处理事情。刚到就看到曲总正在逼迫父亲让位，曲总已经背地里收购了16%的股份，在金达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此时的沈府这才发现，金达的内鬼和出卖浩辰身世的人就是曲总，而被揭穿的曲总也不再伪装，他得意洋洋地承认自己就是幕后黑手，并告诉沈浩明，韩卫平是自己干儿子，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被沈父排挤，这次有了做头部的机会，肯定要拿到。沈父气火攻心，直接晕了过去，好在医生抢救及时才保住了命。与此同时，韩卫平因为心虚买了花来找方磊，可方磊早已看穿一切，因为最近只有韩卫平一直在跟自己打听沈浩明和姐姐的事情。没错，是我。请你离开，之间不要再有任何联系。另一边，许岩来到浩辰的房间，可浩辰依旧不吃不喝，许岩无奈只能在房间陪着他。就在这时，乔林过来了，他告诉许岩，沈父那边有于一鸣照顾，他希望妹妹在照顾浩辰的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并表示公司那边有自己。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林涛正筹划着一场阴谋。我可以举报你啊！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去举报你。去啊！你现在就去！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财务，没有法人的授意，我敢做假账。报表上的公章是你亲自盖的吧？万万没有想到林涛会如此龌龊，竟利用做假账骗贷来威胁乔林跟自己回老家结婚。乔林对此很是意外，他质问林涛，不是之前已经说放下了吗？难道一直都在演戏欺骗自己？说着就要打电话举报林涛，可林涛接下来的一番话彻底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声称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财务，没有法人的授意，他怎么敢做假账？再说财务报表上的公章是他乔林亲自盖上去的，公司的监控一清二楚，只要他敢举报自己，他就能拉着许岩一起下水。再加上严一方受沈浩明的影响已经风雨飘摇了，还能经得起银行的问责吗？乔林从来没有想过林涛会有这么无耻的一面，气急之下直接拿起杯子泼了过去。可林涛什么也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乔林跟自己回老家结婚。你说我卑鄙也好，龌龊也好，什么都行，但你今天必须做一个决定，就现在，否则鱼死网破。乔林为了不拖累妹妹，只能选择跟林涛回老家。另一边，沈父的病情再次恶化，于兰一直陪在身边。许岩担心他一个人受不住，便过来陪陪他，并让他回去休息一下，陪一陪浩辰，自己则在这里守着。此时的沈浩明坐在楼梯间，很是自责。许岩找了过来安慰他，因为父亲的事情，沈浩明很自责。从小到大，父亲在自己眼里就像一座山，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还有挑战，他都可以解决。在集团里，他总能平衡各方利益，稳住人心，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但刚刚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那么的虚弱，在他心脏骤停的那一瞬间，自己心里怕极了。爸爸很坚强，他能挺过去。好。另一边，自从林涛威胁乔林后，乔林每天都躲着于一鸣，回微信和打电话的时间都开始缩短，甚至早上看到于一鸣走了，自己才出来。可两人住得那么近，终究会碰到一起。于一鸣明显感受到乔林的变化，便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乔林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想着逃避。可在他想着逃走的时候，不小心脚崴了。于一鸣将他送到医院，检查完后，林涛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对着乔林嘘寒问暖，夺过包就要把他送回家。于一鸣对此很是疑惑，人家没告诉他呀？告诉我什么？乔林现在是我女朋友，不信你自己问。面对林涛的威胁，乔林不得不和于一鸣提出了分手，并将两人的定情戒指还给了他。这戒指也是你给我的，还给你，这下2000万。与此同时，浩辰依旧不吃不喝，也不愿意说话。于兰实在难受，便带着他出去打球散心。可赶出去就碰见无良记者的偷拍，面对闪光灯的浩辰瞬间崩溃。不许拍我！收起来！之后，浩辰又将自己关到屋子里不出来，于兰只好打电话给沈浩明。沈浩明回来后担心浩辰出事，直接将门给撞开了，进去就看见他晕过去了。于兰赶忙联系王医生，经过一番检查后，王医生表示浩辰这次晕倒是因为吃的太少低血糖导致的，但他因为刺激导致轻微的自闭症状。有什么办法？
陈真现在对周围表现得非常排斥，我建议短期内给他彻底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许岩听完后决定带着浩辰去姥姥家。姥姥住在乡下，地方很敞亮，又有很多小动物，小朋友一定会喜欢的。就听妍妍的，医院有护工，家里也有小慧，爸爸这边放心交给我。真真的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知道了。就这样，浩辰跟着许岩和沈浩明来到姥姥家，姥姥不停地夸奖着他，可浩辰依旧不愿意说话。姥姥见状，直接拉着他走进了院子里。吃饭的时候，大家不停地给浩辰夹菜，可浩辰却不领情，甚至在沈浩明给他夹菜后，摔下筷子就走了。不好意思啊，姥姥，他平常很有礼貌的。没事没事，小孩子嘛，哎呦，他吃不了那么多，也不要勉强他，他刚来。再说你们来之前，妍妍都跟我说过了，小孩子的心情，我们做大人的哪有不明白的？万万没有想到，虚我耀眼从偶像剧赛道转到了农经赛道，又是搬玉米又是抓鸡的。沈浩明和浩辰玩得不亦乐乎。原来浩辰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情绪崩溃，在无良记者的刺激下患上了轻微的自闭症，医生建议给他换个环境生活。于是许岩便带着沈浩明和浩辰回到老家姥姥家。起初浩辰依旧不愿说话，也不好好吃饭，甚至随时随地给沈浩明摔脸色。姥姥看见后，便以自己的方式来开导浩辰。当他吃完饭准备离开的时候，叫住他：晨晨，既然吃完了，就去干活吧。孙女婿，你也得抓紧吃啊！吃完了，去那个院子里拿个大箩筐，带着孩子后山去掰玉米去。浩辰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姥姥，怎料姥姥丝毫不理会他，反而联合许岩使用激将法。姥姥表示，我们乡下人有一个规矩，除了干不动的老人和吃奶的娃娃不用干活，别的人不能闲着，就得下地干活。许岩则装红脸表示浩辰怎么能干得了这些话。这番话瞬间激起了浩辰的胜负欲，背起背篓就要去后山。沈浩明见状跟看上去，可到了地里后又开始后悔。沈浩明将他的表情都看在眼里，便教他怎么掰玉米。而浩辰成功掰下第一个玉米后，露出了笑脸，之后就开启了自己的农村之旅，跟着爸爸一起掰玉米抓鸡，玩得不亦乐乎。就在两人以为玉米很快就要剥完的时候，姥姥又拿来一筐。我告诉你，就这些玉米，天黑之前都得干完。两人都是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沈浩明为了激起他的胜负欲，又开始跟他作对。两人将那一箩筐的玉米拉来拉去。经过这几天的干农活，浩辰每次吃饭都会吃很多，甚至一顿能吃下2大碗饭。看来姥姥的办法很是行得通。隔天，乔家夫妇得知许岩带着沈浩明回来了，便带着东西来看。许岩对他们的态度不冷不热，也没有请他们进去。乔父知道女儿对自己不欢迎，便将给姥姥和浩辰准备的东西交给了许岩，还把许岩之前留给他看病的钱拿出来应急。这是你上回给我看病的那个钱我没用，医生说肿瘤是良性的，做了微创以后就没什么事儿。什么的事儿我们也知道，有什么事儿一定给我们打电话，不够的话一定给我们打电话，爸妈还有积蓄。父母突如其来的关心让许岩很是不适应，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对着他们背影说句谢谢。都是一家人，谢啥呀？走了啊。另一边，沈浩明在许岩的房间发现了他的相册，里面记录着许岩从小一直到现在的照片，只不过到了他们离婚那一页没有了。就在这时，浩辰主动过来跟他说话，沈浩明反应过来，激动的让浩辰再跟自己说一遍，又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跟姥姥分享。晚上，沈浩明切了一个西瓜，跟许岩坐在院子里吃。两人之间经历了这么多，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沈浩明将自己发现相册的事情说了出来。我要把这张照片放在相册里，成为我们新的一页。那我就写今天的西瓜很甜。耶。可这一副安静的场面总有坏人破坏。自从金达罢免了沈父和沈浩明的职位后，翟总依旧不肯放心，担心沈父醒来后会再次回来执掌大权。毕竟有不少股东是跟着他打拼过来的，眼下只有用实力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坐牢董事长这个位子。而只要拿下华东的北外川板块，用实力证明自己，那些股东们才会闭嘴。另一边，浩辰因为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半夜里突然饿了，于是他来到厨房，翻箱倒柜的找东西，可里面全是半成品。没办法的他走出家门，询问路人小卖铺。与此同时，沈浩明醒来发现浩辰不见了，大门是敞开的，于是他立马跑出去寻找。此时的浩辰买完东西后，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好在沈浩明及时赶来找到他，看着他跑烂的鞋，背着他一路走回家。自此后，浩辰开始慢慢转变，病情也好了起来。没过多久，沈浩明和许岩带着浩辰回到了荆州。乔林第一时间将林涛做假账骗贷的事告诉了许岩，不过好在乔林提前准备了录音笔，录下了林涛说的话。有了这个录音，至少先可以向银行证明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这骗贷的事情我们不知情，也没有主动参与。你根本就没有做假账骗贷，你给他的全部都是真实的数据，他当然会借贷给我的。你骗我，给我假报表，让我盖章，骗我跟你回老家跟你结婚，跟你领证。还好你有良心，没有真的骗贷，不然我们直接就在公安局见了。
原来许岩回到荆州后，乔林便把林涛做假账骗贷的事情告诉了他，还将自己录的音拿了出来。可许岩越想越不对劲，他们研一房再怎么做利润也达不到20%，而且林涛那个同事以及银行领导都是内行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他们怎么可能会因为林涛想要回老家结婚，就答应他冒这么大的风险？毕竟骗贷违法是要坐牢的，即使再亲的人也不会这么帮他。此时的乔林也想起当时他们签约的时候，林涛好像担心自己会知道什么，在他邀请小冯吃饭的时候百般阻挠，只是自己当时没有多想，种种迹象表明林涛在说谎。所以林涛他这么着急的原因，就是不想让你跟这个小冯接触。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你找到这个小冯，把这笔贷款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搞清楚。接着许岩还是希望姐姐能和于一鸣解释清楚，最终乔林听从了许岩的建议，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于一鸣。于一鸣对此很是心疼，两人和好如初。为了不打草惊蛇，许岩当着大家面说要派乔林去天津出差，实际上是回老家找小冯了解其中缘由。而丝毫不知情的林涛挑选了钻戒，精心准备了包间跟乔林求婚。可在他彩排的时候，乔林带着于一鸣来了。连连，怎么回事？你怎么把他带来了？你看我戒指都买好了，周六上午11点的火车，咱们回老家。今天你不会跟你回去的。乔林直接揭穿了他的阴谋。原来林涛根本没有做假账骗贷，他给小冯的资料都是真的。银行看了那些资料，当然会放贷给严一方。可林涛为了将乔林带回家，从中撒谎，因为他料定乔林不敢去找银行说话，这就是他自负的地方。做假账骗贷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报表上的章是乔林盖的，他自然是要负责到底的。林涛，不要再搞这些事情了，尤其不要再搞乔林。被揭穿的林涛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输得有多惨。另一边，翟总为了拿下华东的北外川板块，特意找到黄总帮忙。黄总答应帮他，并拒绝了沈浩明。可万万没想到，竞标当天，黄总竟反水举报翟总为了拿下地进行的围标行动，翟总就这样一败涂地。原来沈浩明早已和黄总合作，两人演了一出戏给翟总看，而神符也是这个计划的行动者之一。沈浩明早就猜到翟总会这么做，为了让他放松警惕，让父亲假装昏迷。而且沈浩明私底下还找了很多股东，这些股东都很支持沈家。这一局沈浩明大获全胜，而华东那块地他也是在避的。但现在金达因为翟总失去了竞标机会，沈浩明便以自己的名义注册了一家新公司竞标，等竞标成功后与金达共同完成这个项目。股东们听完后很是支持他。浩明，你们夫妻俩我都很喜欢，我相信你会走得更远。谢谢。你有没有想过晨晨未来怎么办？晨晨以后怎么办？晨晨现在好不容易认了浩明做爸爸，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努力？他做了多少努力？直到新闻中爆料浩辰的真实身份，导致他患上自闭症后，方磊才将当年的真相全盘托出。浩辰并不是沈浩明的亲生儿子，原来当年方磊的姐姐在酒吧买醉，喝醉后跟一个人一夜情后意外怀上了孩子，而方玉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声誉，便找了沈浩明当接盘侠。而当方磊死后，沈浩明曾做过亲子鉴定，但因为方磊一直都喜欢他，快他一步来到医院将亲子鉴定更换。当年的亲子鉴定为什么证明晨晨和我是亲父子的关系？为什么？全部都是我的错。我以为只要你永远认定晨晨是你的亲生孩子，我和你这辈子的关系都无法割舍，以后在一起更顺理成章。此刻的方磊才觉得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荒唐幼稚，他不停地跟沈浩明认错，还要去金达将这件事公之于众，这样就能帮到他们重新回到董事会。听完这些的许岩实在忍不了，将方磊大骂了一顿，质问他有没有想过浩辰以后怎么办。现在他好不容易认了沈浩明做爸爸，大家都做了好多努力，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可他就想用轻飘飘的一句话毁掉所有，自己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浩辰，而沈浩明则直接撕碎了方磊带过来的亲子鉴定。晨晨永远是我的儿子，这个家就是晨晨的家。离开沈家后，方磊找到韩卫平。原来翟总成功进入金达董事会后，就将韩卫平当作弃子给抛弃了，而恰恰因为这个举动救了他一命。翟总和史蒂夫因为不合规商业操作被抓入狱，现在的韩卫平就像幽魂一样，在这个世界飘荡着。方磊心中对他有感情，在回英国前想带着他一起走。你就是个烂人，避免你流入社会，还不如就烂在我手里，别等你去坏其他人。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许岩的研一房规模越来越大，人也招得越来越多，大家为此很是高兴。而沈浩明拿下了华东的那块地，更是和许岩的研一房合作，共同开发华东。夫妻俩终于站在了同一巅峰，而沈浩明也获得股东们的赞同，正式加入了董事会，并上任为金达集团的总裁。姥姥因为浩辰的病来到荆州，现在浩辰的病越来越好，
他实在在荆州待不下去，想要回自己的乡下小院。临走前包了很多饺子。隔天许岩十分不舍地告别姥姥。乔父见状让许岩不要担心，他们打算把理发店卖了，搬去姥姥的小院住，这样就能时刻照顾姥姥。听着父母说的这些话，此刻的许岩开始释怀，跟他们和解，喊出了多年来没有喊的称号。爸妈，你们随时来住，下次跟姥姥一块儿来，多住几天。故事的最后，林涛回老家，乔林和于一鸣修成正果。许岩的研一房成为北外川的核心引进项目之一。签约仪式后，许岩和沈浩明站在一起。这一次的他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用自己的实力站在势均力敌的沈浩明身边。许岩和沈浩明的故事在这里就此结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还在继续，一起接受美好的未来吧。这个大油头万年不变，那西服半永久3件套。怎么了？你是床上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老前锋？总理您好啊，说自己什么美食专家，还搞什么家宴，你做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件是好吃的，很难吃，我硬吃下去而已，好吗？万万没想到，许岩和沈浩明掉马甲后，竟然开始互相指责对方的缺点。不久前，沈浩明被父亲下派到子公司调查工程的事，项目负责人担心吃回扣的事情被发现，整日里联合包工头给沈浩明难堪。沈浩明很是聪明，一一化解了这些矛盾。怎料总经理不肯罢休，找到一群混混来到工地闹事，迫切的想要把这个太子爷给赶走。一个少爷雹子，我看他怎么斗这帮流氓。对，就是让他知道这滩的水啊没那么浅，他哪儿来呀？回那会儿去呗。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晚上，沈浩明准备继续支持许岩的直播事业，却发现主播换了人。此刻的他心里无比的失落。隔天一大早，他就给秘书打电话，确定许岩的行踪，这才得知许岩辞职开始创业，但他这边很是棘手，暂时管不了许岩。这次秘书不仅带来了许岩的消息，还带来了昨天那帮混混头子王德福的资料。晚上，沈浩明直接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外的举动，他赤手空拳找到王德福，提出跟他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沈浩明一直一言不发，而是直接走到了王德福家门前，对着家里的老太太打了声招呼：“王阿姨。”小婶儿啊！王德福无奈之下，只能先让随从们离开，而沈浩明则跟王阿姨表示今天来家里是谈生意的。此时的王德福心里再不情愿，也不敢在母亲前面发作，只好将沈浩明请到家里去。而沈浩明则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建议王德福先不要想着收回工程款，忽悠他继续投钱修路，这样的话之前投入的钱就能成为投资款。不仅如此，沈浩明还答应，只要房子建成，王德福不仅能优先选房，还将小区里的绿化项目都交给他来做。王德福听完有这好事，立马同意与沈浩明合作。处理完这件事后，沈浩明就设了一顿简单的鸿门宴，邀请总经理过来谈谈。我请了新总经理，明天到任。什么呀？你这是鸿门宴呢？接着沈浩明又给了他一击。这段时间他查过账本后，发现上面的亏空全都进了总经理的口袋，说着还甩出几张他联合赌石老板吃回扣的照片。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侵占公司的资产，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是10年以上。总经理被吓得顿时腿软了，但沈浩明却给了他机会，只要他说出背后在金达集团的保护伞是谁，就放过他。很快，沈浩明就将名单交给了父亲，他也成功回到了总部工作。殊不知，名单上的曲总早已察觉到危机，他派人调查沈浩明的婚姻情况，想要一举扳倒沈家自己上位。另一边，许岩的服装创业不尽人意，乔林在回家的路上意外遇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前男友自认为乔林这次就是跟他闹矛盾，他们还是可以和好，可乔林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他们俩已经没可能了。就在两人纠缠的时候，于一鸣来了，他站在乔林面前，坚定地让男人不要纠缠，并说出了那句一直都没有说出口的话：我喜欢他。你说什么？两人的关系在这一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随后，乔林来到许岩家，发现大家都很是沮丧。原来昨天的视频发出去后，就只涨了11个粉丝，但许岩并没有放弃，他开始思考研一方的不足之处，与法国的一个小众品牌做对比，决定从产品的功能性和大众性着手。我觉得这个方向很对。如果按妍妍刚才说的话，我有一个预设想啊，就是下一次的视频，我们可不可以融入普通人一天这样的设定？普通人的一天，那就是整体都改得生活化一点呗。没问题，就按照这样，我们去改变一下方案，融入到下一期的新品里面。对呀，可以问题。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许岩怎么也没有想到沈浩明会这么快求到自己。要找我帮忙，就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谈生意要有诚意的。
不久前，为了给工作室拉投资，许岩每天游走各大老板之间，介绍工作室的产品，陪着喝酒应酬，可结果却不尽人意，大家都以知名度不高婉拒了。沈浩明每天下班都会在许岩的必经之地等着他，默默地关注着，看着他辛苦的样子，心里很是难受。每次当他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天说的话。家人决定了要离婚，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了。就在沈浩明内心挣扎纠结的时候，乔琳出现了。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来看一下妍妍。乔琳一直想给妹妹讨回公道，她看到沈浩明后，说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虽然许岩有做错的地方，但他沈浩明也不是完全无辜。当初两人之间被揭穿后，许岩很是努力的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可沈浩明却不相信他还利用他。但凡他对许岩好一点，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既然当初那么决绝，那么今天就没必要这么假惺惺的。沈浩明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表示自己现在是真心想帮许岩的，希望乔琳能帮自己劝一劝。乔琳二话不说就拒绝了。我们妍妍现在1分1毛都不会再用你的了，你要不然赶紧走吧，以后也别再来了。隔天，许岩正常见客户帮严一房拉投资，这一幕正巧被蒋亮看到。之前在酒会上的时候，蒋亮就曾对许岩比较有好感。得知他自己创业拉投资后，更是猜到前段时间传出来的离婚风波很可能是真的。蒋亮很清楚许岩的能力，也很看好他的项目，但现在的严一方知名度太低，他不会轻易投资。可他为了帮许岩出面，介绍了一个很出名的摄影师，就这样得到了许岩的联系方式。之后两人相处后，蒋亮越来越喜欢许岩的性格，更是给他的严一房进行投资。另一边，沈浩明准备和巴莱金合作，通过多方打探，发现巴莱金是个极其重视家庭的男人。他认为一个能够经营好家庭的、爱护和照顾好妻子的男人，才是一个有智慧、重承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为了能谈下合作，沈浩明不得不厚着脸皮联系许岩寻求帮助。两人见面后，沈浩明依旧装作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表示自己现在可以给许岩一个融资的好机会。许岩一下子就戳穿了他：是你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吧？许岩很明白，肯定是他遇到很棘手的事情，才会迫不及待地找上自己。沈浩明见状，知道自己无法再维持刚刚那副姿态，只能开门见山向许岩说明情况，表示需要许岩配合他再次扮演恩爱夫妻，出现在巴莱金夫妇面前，以此来博得好感，达成合作。说着把资料递到许岩的手里，许岩接过资料，了解完情况后，开始跟他谈起利益问题。而当他得知沈浩明要是能达成此次合作，能给沈家带来至少10个亿的时候，果断提出要100万的报酬，这让沈浩明很是惊讶。他知道做服装行业很烧钱，本以为许岩会提出更大的要求，没想到就只要100万。而为了再次和许岩搭上关系，他提出1000万，不过是入股而不是报酬。没等他说完，许岩直接拒绝了。我没有想让你来做我的甲方，这一次的合作是平等的，我只拿我的酬金，其他的我都不需要。听完这些的沈浩明心中无比酸涩，但他也只能答应下来。好，就这样说好了，100万当做你的酬金，但是你必须要记住，巴莱金先生很看重夫妻感情，我们必须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得非常非常恩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许我耀眼的高能情节终于来了！即将离婚的沈浩明和许岩达成合作，在客户面前假扮恩爱夫妻。原来沈浩明为了跟一对俄罗斯客户合作，特意找许岩帮自己。许岩提出了100万的报酬，两人各取所需。隔天夫妻俩就开始了变装秀，穿着一身芭比牛仔风的衣服来到酒店，只为引起巴莱金夫妇的注意。虽然两人表现得很是卖力，但还是错失了机会。Seems so in love。不过我不喜欢芭比，我更喜欢 Twilight 暮光之城的爱情。听完这些，沈浩明决定实施 B 计划，将自己打扮成暮光之城的样子，拼命在巴莱金夫妇面前刷存在感。These guys are like Edward and Bella. Yes, that's my favorite love story. You remember we used to watch the Yes, once that way. 可这一次还没有跟人家搭上话。幸运的是知道了巴莱金居住的房间，于是两人再次换装，来到酒店订下了巴莱金隔壁的房间。随后两人执行 C 计划，沈浩明给前台打去电话，定制了一个最贵的浪漫套餐，但故意把房间号说成隔壁的。在猫眼里看到服务员将蛋糕送到隔壁房间后，许岩和沈浩明就出来敲响了房门，说自己订的蛋糕不小心送错了房间。看到女人已经开始吃了，许岩立马露出一副很是失落的表情，接着走到他跟前拍马屁：这么美的鲜花蛋糕，就是要配这么美丽的夫人。许岩的这番话成功获得了女人的好